大家好，我是索达。你是否会常常面对以下这些问题呢？比如我的个人或者公司的所得税几时到期？然后这些 payment 最迟几时要还呢？还有其他那些等等的 form 最迟几时要交啊？在马来西亚，不管你是 enterprise 的老板，就是你去 SSM 注册一个 sole proprietor 的生意，或者你注册一个 partnership 的 partner， Sdn Bhd 的 director， 或者在公司里面你是负责缴纳费用的普通一个员工，或者是任何行业的一个普通打工族，对于公司或生意的账目截止日期、缴纳所得税的截止日期，或者自己的报税日期，其实都要清楚了解哦，不然迟交了的话呢，其实都是会有罚款的，那就不划算啦。前面刚才所说的那些截止日期，其实哪里可以 confirm 或者哪里得知呢？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内陆税收局，就是我们的 income tax 啦，他们每一年在年尾或者是在年头的时候，他们都会 release 一个叫做 Return Form RF Filing Program for 就是新的一年的啦，所以这一个是2024年的，已经是 release 了的啦。这样这一个 form 呢，它就会显示完根据 Income Tax Act。每个别的 form 它们的截止日期会是在几时，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用 e-filing submit 的话啦，它会有 extend， 就是所谓的 grace period 多一个15天或者是1个月这样子的。那我们从年头说起，有什么 form 是要留意的 for 每个老板或者是做什么生意都好啦。OK。年头呢，就是只要是有公司，不管是 Sdn Bhd 还是 sole prop partnership 啦，其实都是要 submit 一个叫 Form E 的。像这个 Form E 呢，它其实就是告诉 Income Tax， 你的这间公司里面出了什么粮，出了什么薪水给什么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的资料要这样呈交上去的。而这个 Form E 呢，根据 Act 来讲的话啦，在每一年的3月31号，其实都要交给 Income Tax 的。可是因为有 Grace Period 呢，就是要用 e-filing 来 submit 的话，你就可以用多1个月，就是到4月30号，就是4月尾这样啦，交给 Income Tax。可是这个 RF Filing Program 啦，它只是授权部 form 要交给 Income Tax 罢了。不要忘记，其实在每一年的2月28号之前啦，其实是要交一个叫做 EA Form 的东西，交给每一位公司里的员工。For private sector 啦，如果是政府部门呢，他们是收到一个叫做 EC Form 的。至于打工一族呢，这里包括 Sdn Bhd 里的 directors， 只要没有在 SSM 注册过任何 sole proprietor 生意或者 partnership 的，就算你拥有一些 property 来收租金 as 你的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啦，都不算是有 business income under section 4A 之下的话，那么在这个 category 里的人，他们只需要报一个叫做 Form BE 的，就是他这里写了 Do not carry on business 的，就是报一个 Form BE， 在4月30号或者是在5月15号，就是用 e-filing submit 的话啦，是在5月15号之前 submit 上去给 Income Tax。然后不要忘记这一个5月15号或者4月30号啦，除了是 submission due date 之外呢，也是 payment due date， 就是如果你需要给 balance of tax 的话啦，也是需要在5月15号之前交上去给 Income Tax 的。然后那些是有做生意，就是在 SSM 有注册过 sole proprietor 生意，或者是 partnership 的那些 partner， 你们呢是需要在6月30号之前交上去给 Income Tax， 或者是如果你们是用 e-filing 的话，就是可以在7月15号之前交上去啦，也是跟上面的一样，有 balance of tax 的话啦，也是一样是需要在7月15号之前付款的。至于如果你是需要交其他的 form 啦，其实同理一样。只要你是有做生意的话，就是到6月30号或者7月15号。可是如果你是没有做生意的话，就是到4月30号或者是5月15号的。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个人所得税或者 partnership 啦，他们的 tax basis period 呢都是跟 calendar year 的，也就是说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至于如果你是注册 as Sdn Bhd 或者是 LLP 所谓的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因为你的公司呢是可以选择其他月份 as 你的 closing，
所以呢，它是跟我上面所说的有点不一样，它不是 set on 某一个日期的，而是 based on 你的 basis period， 然后算7个月 from 你的 closing of 你的 accounting period 啦。OK， 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个 example。比方说，如果你的公司的 closing 是 set 在5月，那么它的 tax basis period 就会是从6月1号直到5月31号。而通常来说，当 closing 过后，你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整年的 account， 准备给你的 auditor 去做 audit， 然后还有 secretary 他们也要准备好那些 annual return， 这一些呢都是要在6个月之内完成的。而 LLP 的也是要由本身的 compliance officer 自己提交给 SSM， 这一些都是在6个月之内完成的。而 SSM 呢，好像也是有1个月的 grace period 这样子啦，所以也是可以拖到7个月。回到 LHDN 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within 7个月 from 你的 date of closing， 你的 accounting period， 也就是说5月 year end 的话，7个月之内就是这里你要提交给 income tax， 交你的 form C 上去 for Sdn Bhd 啦。如果是 LLP， 就是交你的 form PT 上去。OK， 这样。Income tax 也是一样 ，for Sdn Bhd 或 LLP 这一些，它是有1个月的 grace period， 所以也是可以拖到8个月的。接下来我也会讲一些不在于这个 RF Filing Program 里的一些 form， 可是每一年呢，通常都一些老板他们都会问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比如 CP500。在以前或者是甚至现在啦 ，Income Tax 都会在每年的年头的时候寄一份叫做 CP500 的给每位 sole proprietor 的老板或者是 partnership 的 partner， 或只要是有注册过在 SSM 有注册过生意的那一些人的话，他们之前中过 tax 的话 ，Income Tax 他们都会寄一份 CP500 给他们的。至于现在，如果大家没有收到 CP500， 就是 Income Tax 寄来的那一份 hard copy 的话啦，其实呢，大家可以 log in 去你们的 My Tax 那边，选择右上角这个 Status My Tax，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左下角呢，就会有一个 CP500 的字啦，然后你就可以 click 进去，然后就看看你的 CP500 在今年你需要给多少钱。如果你的那个左下角呢，那边是看不到有那个 CP500 的话啦，那应该就是你今年是没有收到，或者是今年是不中的。不过安全起见呢，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可能每个几个星期这样子去 check 一下，就是在3月前去 check 一下，看看有没有，因为 CP500 的第一期的 installment 会是在3月开始的。而这里要讲的 due date 呢，就是要记得 CP500 的 installment payment 是在3月、5月、7月、9月、11月还有1月，就是下一年的1月都要给钱的。这里呢，它虽然是写1号，可是其实是可以拖到月尾才给钱都没有问题，都不会有 penalty 的，只要是在月尾前给钱就好了。然后如果你是不满意你的 CP500 的数额的话啦，其实你是可以上网 download 一张叫做 CP502 的 form， 然后填好你的资料，填好原因，然后呢这一张 form 要 manually 交上去给你所属于的那个 income tax 的那个 branches 的。而这个 CP502 的 form 啦，它的 submission due date 呢是在6月30号之前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了你的 CP500， 然后你不满意，你是可以在6月30号之前做 amendment 的。而6月30号之前，因为你的第一期是在3月和第二期在5月嘛，这样子3月和5月要不要给？我们建议都是要给，除非你是在3月那时候就交了这张 CP502 的 form， 然后 Income Tax reply 了你，他同意了你的 application， 就是你的 amendment， 然后可能你讲你不要给的话，这样你才是可以不要给。可是只要一天你没有收到 Income Tax 的 reply letter， 你都要跟着 CP500 的那个原本的那个 form 去给钱，不然你迟给了，就是你在4月才开始给3月那一个 CP500 的话啦，你就会中 penalty 18% 的了。至于Sdn Bhd还有 LLP 的话啦，通常你们的 tax agent 会自己问你们的啦。不过呢，有些公司他们要自己做也可以，那就是他们Sdn Bhd和 LLP 要交一个叫做 CP204 的 form， 也是一个 tax pay in advance 的 form 啦。
就用刚才month end在5月的那个 example 继续。5月 year end 这样子，它的第一天是在6月1号嘛 ，CP204 呢就要在1个月前，它的 beginning of the basis period 的1个月前要提交上去那个 CP204，所以它的 due date 呢是在4月，就是前一年的4月就一定要交的，这个是 compulsory 的。然后至于 CP204A 就有3张 ，for 2024年开始啦 ，YA 2024年开始就有3张。这3张呢，就是分别在你的整年的第6个月、第9个月，还有第11个月。OK， 第11个月我还不确定，gazetted 没有啦。不过第6和第9的这2个月呢是肯定了的。不过呢，这2个就看，就是这些 CP204A 呢就是 optional 的，是看你公司需不需要做 amendment 罢了。如果不需要做 amendment 呢，就不需要 submit 的。而 submit的那个 date 呢，就是在这1个月的月尾前，就是11月30号，或者是2月28或29号，就4月30号、31号这样啦，月尾前。可是呢 ，CP204 的 payment 是跟 income tax， 就是你的那些PCB 啊、EPF 啊、SOCSO EIS 一样，是在每个月15号的，它不像 CP500 这样是在月尾的，所以要记住这一点啦。那大致上一整年的 filing 还有 payment due date 是大概如此啦，希望大家不会迟交任何的 form， 还有迟给任何的钱给 income tax 啦，不然呢就会有白白给 penalty， 那就不好啦。So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或者是 email 我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3连按下去，我们下次见。